这女孩看着挺瘦的，其实可是举重界的冠军呢。她就是咱们剧里的女主金福珠。作为学校的举重选手，一有活动就得忙着搬桌子椅子，队里的人也是哭笑不得。他们搬东西的时候还跟体操队的人起了冲突。体操队和举重队向来就跟水火一样。咱们的男主郑俊亨是个游泳健将，俊亨游得飞快，不过因为耳鸣这回症状，比赛还没开始呢，他就跳水提前开跑了，结果比赛资格没了。今天福珠正准备吃个美味香肠，俊亨不留神差点撞上福珠，香肠也就跟着遭殃了。福珠还没消气呢，可福珠的好闺蜜小兰已经开始搭话了，询问她是不是喜欢梅西。这招是小兰搭讪的秘密武器，一提到梅西，哪个女孩不动心呢？男生们肯定都想插话。操部的人衣服不见了，就怀疑是举重部的新生干的，一上来就开始训人。福珠看不过去，替学妹出头了，真是帅呆了这个大姐大。但是说实话，男生们还是更喜欢体操队的，毕竟人家身材好差距啊。福珠那边也不翼而飞一件衣服，小兰一暗示，福珠就找到体操队的人理论去了，一下子场面就乱了。福珠一个不留神，连体操队的阿秀都受伤了，只能听教练的话接受处罚，硬着头皮去跟阿秀道歉。晚上福珠心情郁闷，就带着伙伴们上楼顶，边喝着宝藏啤酒，边吐槽体操队的人。他们回宿舍的路上，却遇到了宿管大妈，一慌就躲进洗衣房，结果却撞见了偷内衣的变态。福珠马上追了出去，俊亨被室友怂恿着，打算偷偷溜到游戏厅去，结果被福珠误会成变态了。他们前2天才刚碰面，俊亨意外丢了条女生的手帕，正好被福珠捡到，福珠就这么认定了俊亨就是那个偷内衣的人。但福珠没证据，管理员也就没法子，只好放俊亨一马。从那之后，俊亨每次看见福珠，总是想要回那条手帕，福珠直接就拒了。这下俊亨可真是气坏了。体操队的队员照旧忙着搬凳子，在闺蜜们眼里，俊亨不像偷内衣的人。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真正的怪胎，就是收发室的大叔。真相大白，福珠感到很愧疚。体操部的宋诗好刚在国家队选拔落选了，回来了。宋诗好成了福珠的新室友。这宋诗好还是俊亨的前女友。今天福珠特地去找俊亨还手帕，但因为福珠洗了那手帕，俊亨一下子就火大了，把福珠吓了一大跳。后来俊亨一推福珠，福珠就掉水里了。福珠可不会水啊，俊亨只好跳下去救福珠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才突然想起，原来很久以前他俩就认识了。小俊亨当年在接力赛跑错方向，同学们都生气了，对他大喊大叫。俊亨一慌，从2楼摔下去了。救俊亨的就是力气大的金福珠，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俊亨一认出福珠，立刻叫出了福珠小时候的外号小胖。以后俊亨一看到福珠就小胖小胖的叫个没完。福珠听着那叫一个别扭，连闺蜜们也跟着一起闹，喂，小胖。俊亨那叫一个没完，小胖。福珠忍不了了，上去就是愤怒的头锤，但俊亨一点都不怕，反倒越来越觉得好玩。金福珠真是太有趣了。福珠家的炸鸡店今天生意好得不得了，连射击新星李钟硕都来吃鸡了。福珠乐的眼珠子都快掉了。福珠舅舅是临时演员，有时候客串路人甲。福珠外卖送着送着惊了，这炸鸡竟然是俊亨点的。俊亨想让他歇会儿，想晚点付钱拖一拖。福珠一口一个，算我请。俊亨只好跑炸鸡店去补上这顿饭钱。从此俊亨成常客，专门支持福珠家生意。举重部的预算老是被削，尹叔不好意思说，本来约的烤肉变成了汉堡，一个人一个。尹叔看大家吃得欢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最后还是带队去烤肉店了。聊起烤肉怎么吃，福珠可是讲得头头是道。烤肉吃完还得吃炒饭、冷面，这胃口真不是盖的。举重部这聚餐其实是尹叔掏的腰包，崔姐知道了那就急了。为了省钱，崔姐偷偷买了快过期的东西，结果大家食物中毒了，崔姐自责得很。队员们知道预算少了，都主动省着点花。尹叔听了心里暖暖的。俊亨游泳时偶尔头晕，哥哥就让他去心理咨询。福珠发现了他的梳妆台竟然是爸爸没问过别人就捡来的东西，福珠那叫一个郁闷，只好冒雨把梳妆台搬回去。这时候一个男青年撑着伞主动帮福珠挡雨，这位体贴的男士是俊亨的哥哥载一。载一还把伞留给了福珠，福珠有点小激动。回到宿舍的福珠满脑子都是载一，有人这么照顾的感觉真不错。第2天福珠又看到载一，赶紧跟上，结果发现载一是减肥诊所的医生。福珠装作患者出现在载一面前，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，请问你喜欢梅西吗？
问得载一一愣一愣的，气氛突然尴尬到不行。福珠一听减肥诊所的价格，立马头大，说起家里的外卖摩托，好久没换新的了。在这么省的爸爸面前，福珠真不好意思开口要钱。即使这样，福珠心里还是想着载一，甚至出现了幻觉，时不时就觉得看见载一的身影，简直快要疯了。体操部那边，教练打算推荐诗好去俄罗斯特训，得花不少钱。诗好刚到家就听见爸妈吵架，还是为了钱。听到这，诗好不禁叹气，心情不好的诗好就约俊亨出来，要是有来生，他想投胎到有钱人家。但俊亨觉得诗好的问题就是总爱设高期望，这样下去他永远不会觉得幸福。俊亨面对前女友，嘴上虽然狠，当诗好摔倒，俊亨还是会下意识帮忙，这让诗好感觉到了些什么。今天福珠要参加学校的登山比赛，以前他肯定会偷懒，但这次他的目标是第一，只有赢了，他才能凑够减肥治疗的钱。比赛开始，福珠全力以赴，这力量都是爱情的魔力啊！俊亨看到福珠那么卖力，不停地喊小胖跟上去，福珠被他推来推去，结果扭到了脚，但福珠还是没想过放弃。他终于到了山顶，可是连前10名都没戏。福珠失落大发脾气给俊亨，但转头就把悲伤变成食欲，跟朋友们狂吃。小兰也喝得越来越嗨，还把啤酒洒在客人身上，客人一开口就是脏话。福珠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冲上去就是一脚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俊亨看在眼里，福珠他们一走，那帮男的就开始说些下流话。俊亨听不下去，上前就给了他们一拳，一回头就带着福珠他们跑了。福珠虽然糊涂着呢，心里隐约觉得跟自己有关，俊亨当然不会承认，只能硬着头皮说他就是爱多管闲事。诗好路过体育商店，不由得想起以前的日子，就给俊亨买了双运动鞋，俊亨却不愿意收，直接把鞋还给诗好。这下诗好可真难过，加上没钱出国学习，郁闷的诗好一个人到男生宿舍，把鞋硬塞给俊亨，爱咋咋地吧，这鞋我非得送你不可。最近福珠一直被爱情弄得心神不宁，举重成绩也跟着下滑，连爸爸都看出来了，福珠状态不对，就给了他点生活费，让他好好照顾自己。福珠知道爸爸不容易，一想到这，福珠下定了决心，他决定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暗恋，要努力向上，成为伟大的运动员。但福珠一转身就收到载一的短信，比起梅西，他更喜欢 C 罗，虽然有点担心，但还是得试一试。福珠在街上真的遇到载一，这次不是幻觉了。最后福珠还是拿着生活费直奔减肥诊所。在载一看来，福珠身体挺好的，体质也正常，其实没必要刻意减肥，真要减可能得花不少时间。福珠听了是乐开了花，面对载一伸出的手，福珠下意识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老茧。福珠做载一的检查时，那叫一个尴尬，心脏跳得厉害。之后福珠还给自己买了个发卡，开始试着打扮自己。体操队员要严格控制体重，可诗好最近体重直往上涨，教练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通。体操队的小辈们也在背后说诗好的坏话，诗好越想越烦，一转身就猛喝汽水。喂喂，别这么认真嘛，开个玩笑而已。福珠想给载一买个礼物，又拿不定主意送什么好，就去找俊亨帮忙想想。俊亨马上来了一句，别是自己做的就行，别给人添麻烦。福珠一听这话，心都凉了一半，然后就按俊亨的意思去做了，给载一写了封感谢信，还把伞还给了载一。别人问起他学什么的，福珠瞄了眼旁边的雕塑，下意识就说出来了，大提琴。载一一听就来劲了，他本来就喜欢古典音乐，还想找机会听福珠演奏呢。这时候福珠爸爸打算去学校看看他，福珠一听就急忙往回赶，路上还搭了俊亨的顺风车。这一幕被路过的诗好看到了。晚上载一回家路上跟俊亨聊起白天遇见的姑娘，而那把福珠还给载一的雨伞其实是俊亨的。当然俊亨自己是不知道的，载一口中的音乐系的学生居然就是举重冠军金福珠。第二天福珠和闺蜜们在食堂吃饭，俊亨一看就像以前那样，开始拿福珠开玩笑。诗好这时也来到食堂，俊亨立刻没了声音，坐着坐着都不自在，没一会儿就赶紧溜了。诗好倒是粘上去没完没了，还跟俊亨说要和好。其实上次提分手的也是诗好，说是压力大不想耽误感情。想到这，俊亨立刻就拒绝了和好。举重队的2个前辈因私事闹起来，尹叔一看那叫一个气啊，一气之下整个举重队都遭殃了。但他转身就给大家弄了顿烤肉，可福珠现在哪有心情吃肉啊？大雨里急急忙忙往载一诊所跑，
进门前还特意带上了自己最爱的发卡。福珠在检查时，整个人都神魂颠倒的样子，真的是完全沉浸其中了。小兰和小玉在福珠家的炸鸡店没看到他，就急忙追问晚上他跑哪去了。福珠只好撒个谎说他去医院了，因为他痔疮又犯了。不得不说，他撒谎的技巧也是杠杠的。对福珠来说，每天的检查时光成了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。在这集故事中，福珠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投入，不停地编造各种谎言。常言道，一个谎言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。故事快结束时，福珠的谎言还是被俊亨发现了。这种情况下，福珠该怎么办呢？上回说到，福珠在减肥诊所意外遇到了俊亨，福珠马上行动起来，冒充小学同学的身份，主动去认俊亨。福珠使出浑身解数暗示，俊亨也就笑着帮他圆了谎。但俊亨的眼神好像在说，终于轮到你了。从今天起，福珠多了个外号，大提琴家。如果福珠只是为了减肥，根本用不着撒谎，俊亨直接就看穿了。福珠的真意是为了接近载一，你会帮我保密对吧？怎么载一会是俊亨的兄弟？福珠想到这里都快疯了。第二天，俊亨吃饭时居然开始威胁福珠帮他切鸡排，福珠还真乖乖就范了，把旁边的人都看傻了。福珠复诊的时候，俊亨又像影子一样跟上了。福珠那个气啊，在俊亨的逼迫下，乖乖陪他去了餐厅。看着手臂，原来福珠也是梅西的粉丝啊。载一趁机聊起足球，俊亨立刻笑着接茬，说起来他更喜欢举重。福珠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，只希望俊亨能直接点，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肯罢休？但俊亨哪会轻易就此放手，抓住福珠把柄的机会不容错过。正当俊亨得意时，接到了坏消息，竟然被选去游泳队代表参赛，结果比的竟是扛米袋。施好又找到了俊亨，想要和他修好，却又被俊亨给拒绝了。他们曾经多甜蜜，施好现在就有多失落。但施好并没有放弃希望，还常给俊亨发短信。俊亨只能叹气接受现实。运动会当天，为躲扛米袋，俊亨悄悄溜到网吧，前辈一听直接怒了。福珠偶然知道了这茬，不自觉地笑了。他打算代替俊亨去扛米袋，希望交换条件后，俊亨别再威胁他。因为福珠的参与，游泳队轻松赢了柔道队，总积分也超过了举重队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然是叛徒金福珠。闺蜜们都以为福珠是因为喜欢俊亨，福珠自然不会透露真正原因。这时俊亨也找到了福珠，没想到福珠因为载一愿意成为举重队的叛徒，还是他单方面的暗恋。俊亨心里也挺复杂。晚上，福珠和闺蜜们上了天台，不停地呼喊好想你。闺蜜们以为她想的是俊亨，其实福珠心里想的是载一。施好也听说了扛米袋的事，试着问福珠究竟怎么回事。福珠只好说这是个秘密。就在这时，俊亨送给福珠一个礼物，音乐会的票就在载一旁边的位置。福珠这次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偶然的相遇，整个过程乐得飞起。音乐会一结束，大雨就倾盆而下。福珠不由得想起他和载一第一次见面的情景，心里头那个甜啊，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就连嚼口香糖也能让他心跳加速。正当福珠沉浸在回忆时，打了个喷嚏，这下他可真是有点烦了。载一递给福珠热饮的同时，还给他披上了外套。福珠越发陶醉在这温暖里。俊亨在心理医生面前终于讲出了自己童年的故事。俊亨10岁那年，妈妈离婚后选择再嫁，把他一个人留在韩国。从那以后，俊亨就住进了大伯家，所以载一是他的堂哥。每年俊亨都收到妈妈寄来的明信片，那是他的精神支柱。有一年，俊亨无意中发现明信片是伯母写的，也是从那时起，他第一次感到头晕目眩。后来，俊亨在地铁口碰见了福珠和载一，气得几乎吐血。福珠的穿着呀，真是土的掉渣。而福珠来地铁站，只是为了换回舒服的运动衣。俊亨看见就紧跟上去，问他约会怎么样了。结果一辆车驶过来，这小子居然拿人家挡水。俊亨在帮福珠整理头发时，心里竟然一阵荡漾。福珠对载一的暗恋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在福珠看来，一旦载一知道他是举重运动员，他们俩就没戏了。俊亨却笑着说我喜欢。就在这时，福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这下俊亨吓了一大跳。他最近还要参加重要的比赛，千万不能让他感染上感冒。福珠的实力那么强，尹叔和崔姐打算让他挑战更重的级别，58公斤级别的竞争太凶狠了。以福珠的能力，即使升到63公斤级，还是夺冠大热门，这样其他队友也有机会了。
真是一箭双雕。但这么一来，福珠得开始增重了，她的减肥计划可能要泡汤了。最后，在爸爸的劝说下，福珠也只能同意增加体重级别。在崔姐的监督下，开始了大吃大喝，一个盘子接着一个盘子，福珠的体重直线上升。在一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这不可能，体重秤坏了吧？在一的帮助下，福珠很快减掉了1斤。这下轮到崔姐开始迷惑了，不行，快点吃，快出发！福珠那是真的哭笑不得，刚吃完一堆便当，等着她的还有炸鸡和披萨，这到底是幸运还是绝望呢？小兰也偶然看到了福珠的短信，是减肥诊所发的，福珠只好跟他坦白了。没想到小兰竟然很理解，立刻兴奋地八卦起来，俊亨还真的感冒了。施好一知道就迅速关心起来，但俊亨就是不愿意搭理他。施好就叫来了俊亨的室友阿泰，希望他能把姜茶给俊亨。如果俊亨知道是施好送的，他肯定不会要，施好也只能求阿泰帮忙了。第二天，不知情的小玉还在给福珠加餐，小兰一看就立刻抢过桌上的肉饼，帮福珠减轻负担。俊亨在去比赛的路上碰到了福珠，福珠不仅没给他加油，反而毒舌地说了句：希望你今天比赛出错。因为福珠体重持续上升，载一也头疼得很，福珠还从载一那儿得知了俊亨的心理问题，心里突然觉得很不是滋味，刚才真不应该咒他。福珠就在学校的许愿池边扔下了硬币，心里默默祈祷俊亨能快点好起来。俊亨之所以决定参加今天的比赛，是听了医生的建议，想克服心理问题，但那讨厌的耳鸣还是准时来捣乱了。这次俊亨虽然没失误，但出发晚了点，结果只能屈居第4。福珠在网上一看比赛成绩，马上约了俊亨出来，递给他一个自己做的幸运符，虽然看起来有点简陋，俊亨还是很高兴地接下了。福珠也对之前的诅咒道了歉，接着福珠打算带他去大吃一顿。福珠和俊亨的这番互动被施好看在了眼里，谁知道爸爸已经给福珠准备好了鲍鱼大餐。看到俊亨这个突如其来的客人，爸爸的脸色马上就变了，如果眼神能杀人，俊亨估计已经伤痕累累。他们吃鲍鱼的时候，爸爸还是一直在那监视，真是受不了。俊亨成为游泳运动员，其实只是因为喜欢水的感觉，就像妈妈的怀抱一样。听了这话，福珠就鼓励俊亨，希望他快克服内心的伤痛。施好已经知道福珠在增重了，作为福珠的室友，他也发现了福珠的减肥日记。第二天，俊亨偶然看到施好带着坏笑走进举重部，很快福珠就接到了爸爸的电话，问题大条了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在这期故事中，俊亨利用福珠的小秘密，开心地捉弄他。这俩人现在成了真正的欢喜冤家。当俊亨明白了福珠对他的真心，他开始努力帮福珠和他哥哥，但福珠对这段暗恋没什么信心，毕竟他自己都不太自信，谁会喜欢一个壮实的举重女孩呢？俊亨那句半开玩笑的话，喜欢真心的有多少呢？福珠一边减肥，一边又开始了增重的挑战。这段剧情真是笑点满满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帮他保密。施好的告密，福珠会面临什么危机呢？上回说到施好的搅局，大家都知道了福珠的减肥秘密，爸爸气得都要教训福珠了。对福珠减肥，尹叔也很失望，福珠还是不肯说减肥的理由，崔姐只好给他禁足了。施好看到福珠那副可怜相，突然觉得有点不应该，这次他真的做过头了。校医高医生看到施好那么难过，就安慰了他。高医生一直对载一有意思，今天是载一的生日，高医生还送了他心意的生日礼物，一张他最爱的音乐 CD。 俊亨终于知道了福珠的事，急忙跑到宿舍楼下，福珠因为禁足，只能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。福珠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更疯狂的增重计划。福珠减肥的事让爸爸都不想去医院透析了，福珠只好劝劝爸爸，但爸爸一看到福珠更气，没说几句就气晕过去了，医院就给他做了透析。福珠在爸爸晕倒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趁崔姐不在，偷偷去了减肥诊所，打算和载一道别。但最后福珠还是没赶，只是默默地送上生日祝福。崔姐看出福珠的表情，马上猜到她又去减肥诊所了，正想对福珠进行处罚，小兰看不下去，替福珠揭露了一切。小玉也听到了一旁，事到如今崔姐对福珠的行为理解了，毕竟都是女生嘛，有时候为了爱真的什么都愿意做。福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哭了，真相明了，崔姐终于同意让福珠出门了。福珠外面走着走着竟然碰到了俊亨，俊亨还拉着他一起去吃了烤肉。今晚我包场。俊亨的减压新招居然是去夜店狂欢，
接下来就是疯狂的派对时间。福珠虽然结束了暗恋，但他一点都不后悔。没有这场暗恋，福珠怎么会发现生活不止举重，还有别的美好等着他？为别老是碰我。就在这时，俊亨突然想到，福珠秘密被发现那天，诗好去过举重部，小玉还在那边闷闷不乐。小兰明明知道福珠为啥减肥，却瞒着她。爸爸今天还给福珠买了口红，女孩子嘛，不光运动，偶尔打扮一下也挺好。诗好今天的比赛稳稳的发挥，赢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，这让诗好乐坏了。正在这时，诗好的手机响了，是俊亨来电。他开心的飞奔过去，结果俊亨是来质问他的，福珠的事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没想到诗好竟然认了。俊亨一听就火大了，诗好也承认他就是看福珠不顺眼。诗好回到宿舍，直接冲福珠发火，还坦白了自己告密的事。福珠听了都无语了，他对俊亨根本就不感兴趣。诗好的嫉妒完全没道理，真是个奇怪的女人。说罢，福珠正要走，却被诗好拉住了。但福珠是谁啊？他是真金不怕火炼的举重冠军啊！轻轻一用力，就把诗好推倒在地了。福珠气得不行，决定今晚就蹭闺蜜的沙发。可小玉心里还在跟福珠别扭着呢。接着，俊亨约福珠出来了，跟他道了个歉。诗好告福珠的状，其实都是因为俊亨。这时候，宿管阿姨不知怎的突然上了楼顶，俊亨赶紧拉着福珠躺下装睡。阿姨走了之后，俊亨还是紧紧抱着不放手，两人就这么躺着数星星，感觉甜蜜的不得了。崔姐在那边因为福珠的事情开始回忆起自己的旧情，一个人默默喝酒。尹叔看在眼里，心里有些感触。第二天，尹叔就邀他说，别老是自己闷酒，今晚我请客。诗好从妹妹那听到了噩耗，父母可能要离婚了，他只能尽力安慰泪流满面的妹妹。转头他就去问妈妈到底怎么回事。如果父母是因为钱财离婚，那他索性不练体操了，早点出去工作赚钱养家。这话气的妈妈直接给了诗好一个耳光。诗好心里真的受伤了，一直以来俊亨的大伯和伯母对他就像自己孩子一样，所以尽管俊亨很想念妈妈，但他从没联系过，因为不想让大伯伤心。医生建议俊亨要勇敢面对一切，否则心里的创伤永远好不了。小玉那冷淡的态度，福珠实在受不了了。今天他们俩得把这事儿解决了。福珠没想瞒小玉，只是因为暗恋这事对福珠来说实在太尴尬了。暗恋这事，朋友之间有什么好丢脸的？福珠终于放手了。举重3剑客终于和好如初。崔姐因为要跟尹叔单独吃饭，居然破天荒的化了妆。可尹叔突然接到老婆的电话，立刻就赶回去了。崔姐看着尹叔的背影，叹了口气。崔姐心里失落，就到福珠家的炸鸡店溜达去了。福珠的叔叔一眼就看出来崔姐居然化了妆，开始戏弄她是不是约会被放鸽子了。然后两人就开始比赛谁喝得多，真是喝多了。喝醉的崔姐就这样在福珠家过夜了。等她醒来，真想找个地方缩头。尹叔一看崔姐的衣服就猜出来了，昨晚没回家对吧？今天福珠突然接到载一的电话，这段时间福珠没去复查，载一也是挺迷糊的。福珠只好瞎编说她要出国留学了，所以得停掉减肥计划。载一听了连忙祝贺，福珠听着也是酸酸的。后来俊亨陪着福珠去许愿池，去怀念那段没了的爱情。福珠觉得离开载一，他就得举铁举到底了。俊亨一听就说晚上带福珠去看电影散散心。今儿俊亨又收到了妈妈寄来的礼物，一双新鞋，特别合脚。俊亨心里明白着呢，知道是大伯给他买的。诗好突然病倒了，没辙，只好给俊亨打电话。诗好他爸妈正吵着离婚，他也不想麻烦家里人。诗好觉得家里欠那么多债，全是为了他练体操，是他拖累了全家。俊亨这才想起福珠还在电影院等着呢。福珠因为俊亨爽约，气呼呼的一个人跑游戏厅去了，那嘴上不干不净的快来出来吧，死去死去死去吧。福珠和俊亨闹着玩的样子被诗好正好看见了，诗好伤心极了，直接把俊亨的照片全删了，悲伤的哭了起来。福珠在训练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腰，他去医务室的路上碰到了俊亨。载一那时也正好在往医务室的方向去，他是去探望高医生的。俊亨急忙给福珠打电话，电话打了半天就是没人接，俊亨只能求助阿泰了。可阿泰来的还是慢了一步，好在俊亨及时赶了回来，想了个办法把载一给蒙混过去了。就在福珠觉得一切都安全了的时候，载一发现自己手机忘了。他回医务室的路上正好和福珠擦肩而过，那时候福珠身上还穿着举重队的队服呢，是因为诗好告的状，
那个所谓的助攻，让福珠不得不放弃了那段卑微的暗恋，把迟到的少女心再次深藏起来。她只能在减肥诊所那默默的伤心。幸亏福珠身边有一些暖心的人，比如崔姐、小兰、小玉，他们都理解福珠做的一切，连爸爸都开始支持她了。不要整天只顾着训练，也要学会打扮自己。这期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福珠的小秘密最后还是被载一发现了。上回说到载一去看高医生的路上，偶然看到了福珠。俊亨本想过去帮他圆谎，但福珠已经决定要坦白，直接承认了自己是举重运动员。说完就含泪离开了载一。俊亨这才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。福珠之所以减肥是因为爱情，但载一还是不知道，福珠喜欢的人其实就是他。施好的爸爸已经离家出走，这让妹妹开始怪罪施好，都说是供你学体操才会弄到现在这步田地，这真的太让人心疼了。这时的福珠已经把悲伤变成了力量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训练中去了，累到不行。举重部的大雄前辈也在拼命增重，大雄居然已经有自己的小孩了。俊亨原本还在参加联谊，但他一接到福珠的电话，就立马抛下其他女孩跑去找福珠了。福珠只想知道载一知道真相后会怎么样。俊亨就带他去游戏厅放松一下。福珠这个力气怪，打沙袋打得俊亨毫无还手之力，玩游戏机还把按钮敲坏了，真是厉害。喝醉了的福珠还把恋爱失败怪到俊亨头上，俊亨只能无奈地背着福珠，贴心地给他盖报纸，怕他冷。福珠很快就睡着了。机智的俊亨用超市购物车把福珠运走。福珠还在那嘟囔：“你得对我负责。”他爸爸听了直接怒从心头起，他差点没冲过来揍俊亨。是吗？了解了。福珠妈妈很早就去世了，爸爸一直特别疼这个独生女。大雄因为打架被关进警局，崔姐这才知道大雄已经有家室了。他打架是因为保护妻子，那个挨打的家伙正找大雄要钱，崔姐打算帮大雄筹赔偿费。载一和高医生聊天猜出福珠喜欢的可能是俊亨，因为俊亨在学校超受欢迎的，载一就想凑一桌叫上福珠和俊亨一起吃饭。但福珠心里还想着载一，看载一和高医生那么亲密，连俊亨看了都觉得不是滋味，这对福珠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俊亨就主动提出来开车带福珠去海边散散心。俊亨开的车还是载一的呢。虽说福珠以前假装自己是大提琴手，但其实他对自己是举重选手还挺骄傲的。即使是举重部的女前辈们，比赛的时候也不带男朋友来看，他们自己也知道举重的时候样子不好看，感觉做举重的就得放弃女人的生活，我要看前面去。然后他们就在沙滩上玩得不亦乐乎，看着俩人那样简直就是一对儿。俊亨小时候还偷偷给福珠送糖吃呢。福珠一听这个就开始猜疑了：“你是不是暗恋我啊？”俊亨为了安慰受伤的福珠，就告诉他爸妈离婚的事。载一其实是他堂哥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藏着那么一两件痛心事，整理好了还是没整理，都得继续过，时间长了就淡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心情也比刚才好多了。接下来的2周，福珠要全力准备接下来的比赛，狂吃狂练，最后在比赛前顺利提重成功。今天终于到比赛的日子了，福珠特地去许愿池许愿。他在这还碰到了俊亨、金福珠。载一也听高医生说起今天的比赛，就拿着花来体育馆给福珠加油。福珠看到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福珠虽然赢得了冠军，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。俊亨赶到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福珠在那伤心哭泣，这让俊亨也跟着揪心，马上就过去把载一带走了，直接大吼大叫的：“福珠喜欢的人原来是你载一啊！”晚上举重队在庆祝，福珠却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默默哭泣。载一看着福珠送的礼物，回忆起以前的种种，终于懂得了福珠的心。举重队的好成绩吸引来了赞助商，他们还想和福珠签个约。福珠面对这么好的机会，心里却丝毫没被触动。俊亨看到福珠那哭丧的脸，就把零用钱全花了，给他买了很多好吃的，尽力让他开心。结果却是俊亨真是没招了：“你这是哪跟哪啊？举重冠军怎么这样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考试没考好呢。”福珠回宿舍，突然接到载一的电话。载一知道了福珠的感情，为昨天的事向福珠道歉。福珠只好撒了个谎，说他这个人容易喜欢上别人，今天是宋仲基，明天变金秀贤。说完就借训练的借口，匆匆喝完咖啡离开了载一。福珠一转身就去找俊亨，把他大骂一顿：“你有啥资格代表我传情？”福珠最近总是哭哭啼啼，俊亨也挺生气的：“你要是自己都觉得举重丢脸，谁还会喜欢你啊？”
福珠听了也忍不住哭了。俊亨又去找载一，想要为福珠出气撒撒气。载一确实是个好先生，作为哥哥的他对俊亨也没有发火，即使面对俊亨生气，载一依旧一脸的平静。俊亨气得不行，只能伤心的离开载一。崔姐因为用了办公经费，快要被学校开除了，这让尹叔都吓傻了。大雄偶然听到这事，马上就猜到崔姐用钱是为了帮他，说完就想去学校自首了。可就算大雄把钱交了出去，崔姐动用公款的事实也改变不了，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。俊亨回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开始觉得有点后悔了。昨晚他对哥哥的态度真的有点过了。后来载一还叫他一起去打棒球，俊亨不留神把棒球扔到载一身上了，载一马上火冒三丈，俊亨被吓了一大跳。通过这次谈话，兄弟俩终于和好如初。想想看，兄弟俩好久没吵过架了。看来福珠对俊亨来说真的是个很特别的朋友。游泳队的前辈阿金挺喜欢施好，虽然施好总是冷冰冰的，但阿金对他一直不改初心。施好最后也决定尝试和阿金交往看看。举重队的同伴们都知道了崔姐被开除的事，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尹叔都不知道崔姐用公款的真正理由。大雄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就把真相告诉了尹叔。今天是崔姐离开的一天，福珠舍不得地追了上去。对福珠来说，崔姐不光是教练，更像是她的家人。想到这，福珠就忍不住大哭起来。福珠的叔叔知道了崔姐的事，打算带她去体验一下《速度与激情》，结果却成了这样。今天赞助商要来签约，福珠这会儿却不见了。俊亨知道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开始到处找失踪的福珠。俊亨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福珠。福珠伤心地说，最近他太累了，真的想放弃举重。俊亨只能抱着哭泣的福珠安慰他。载一终于知道了福珠的秘密。福珠其实好不容易才从失恋的伤痛中走出来，但因为在载一面前露出了不像女孩子的一面，又陷入了情绪低落。更糟糕的是还在后头，那个平时懂事的崔教练按照剧本的安排，竟然糊涂地挪用了公款，结果被学校开除了。对福珠来说，这真是雪上加霜，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深不见底的黑洞，甚至想要放弃举重了。好在福珠身边还有俊亨在陪着。从下一期开始，甜蜜的恋爱故事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福珠心里乱成一团，竟然想到了要放弃举重。俊亨看着福珠送的小格幸运符，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，不知不觉就笑了。看来他真的喜欢上福珠了。福珠想要放弃举重的想法，尹叔其实挺理解的。作为运动员，偶尔心情低落也是正常的。崔姐离开正是这次事故的导火线，尹叔也决定让福珠休息一下，让她回家养精蓄锐。俊亨一听到这消息，马上就来到了福珠的身边。福珠在想，要不就去山上好好休息一下吧，但山上是不行的，我喜欢的时间是7点。你知道的，现在爸爸甚至连家务都不让福珠做了。福珠没事干，就给自己列了个愿望清单，记下了她想做的事，比如看书、学习、去游乐场、和男朋友喝同一杯饮料。说做就做，福珠立刻就去了图书馆，开始认真学习起来。但福珠才翻开书没多久就睡着了。福珠想要学钢琴，打算找个兼职赚学费。对她来说，最合适的工作当然还是搬运工。工头根本就没打算要福珠，说她是女孩子，家里人让她干这个不合适。福珠二话没说，直接抢过工人的箱子。这点活看我不给你干好。载一好奇的想知道福珠怎么样了，俊亨死活不肯说，直接说福珠有我照顾就行。载一看到俊亨那紧张的样子，猜出来了，直接戳穿他，你是不是对福珠有意思？俊亨竟然笑着承认了，那种事应该不会发生。俊亨已经从叔叔那了解到福珠去兼职的事了。福珠此时还在仓库里忙得不可开交，一天忙碌下来，仓库大哥要请他吃好的。福珠开心极了，福珠高兴的样子也被俊亨看在眼里，嫉妒的俊亨只好硬拉着福珠走了，还警告他要小心外面的男人。福珠兴冲冲地分享了自己学钢琴的计划，说如果俊亨将来结婚需要的话，他愿意帮忙弹钢琴。俊亨拒绝了，说怕福珠毁了他的婚礼，还说不如站在他身边。福珠反驳说，你身边应该是新娘，为啥要我站呢？俊亨说，知道就好，别站就行，吃东西去吧。福珠回家路上还提起那个仓库大哥，俊亨吃醋的不行，一气之下对着路边的石柱发泄。福珠的叔叔居然主动找崔姐出来喝酒。崔姐离开举重队后，最近在姐姐的美容店帮忙，喝完酒，福叔还主动提出背崔姐回家。崔姐一时半会儿弄不明白情况，
福叔只得坦白，他喜欢崔姐。大龄剩女的崔姐心里感慨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说着就借着酒劲亲了福叔。崔姐醒来后又开始后悔不已，以后再也不碰酒了。俊亨一想起福珠那乐呵呵的样子，心里就开始乱了，直接冲到仓库找福珠去了。福珠担心别人会误会，就催俊亨赶紧走。你对我来说特别的。小玉躲在洗衣房里偷偷打电话，正好碰上了回宿舍的阿泰。得知道这里是女生宿舍呀，两人之间顿时就有了种微妙的气氛。就在这时，小兰在走廊上竟然看到了传说中的白衣女鬼，吓得尖叫起来。阿泰也借机溜了。福珠还没从之前的表白中缓过神来，你不会是在玩我吧？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？福珠走得太急，一不小心钱包都丢了。俊亨这才发现了福珠的秘密，那张愿望清单简直就是攻略福珠的秘籍，真是天助我也。福珠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吻，脸蛋儿一下子红扑扑的，朋友们还以为他发烧了呢。福珠无意间也看到了白衣女鬼的真身是狮吼，她像是失忆了似的，在那狂吃冰箱里的零食。第二天，福珠还是担心，就去找狮吼，问他昨晚的事。狮吼终于想起自己梦游的情景，看来是安眠药的副作用，得尽快去看医生。俊亨见到福珠后，用了个小手法，就把钱包还给了福珠。至于那份福珠攻略，他已经记得滚瓜烂熟。福叔已经不管炸鸡店了，天天守在崔姐美容院，开始帮忙打杂。崔姐真是哭笑不得。俊亨和福珠也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。俊亨的提议是游乐园，福珠嘴上说着幼稚，他心里那叫一个乐啊。那我就将就着玩玩吧。可是福珠想着她俩好闺蜜，就一块叫他们加入了。小兰还把阿泰也叫上了，不是说是情侣约会吗？俊亨那个气啊，快冒烟了。俊亨瞅着阿泰递过来的恶魔头箍，本来是心里百般不愿意，但福珠一戴上天使头箍，俊亨马上抢过恶魔头箍，自告奋勇要和福珠配对。那个旋转飞椅啊，俊亨明明是吓得要死，全是因为福珠喜欢，俊亨也只能豁出去了，陪美女玩命去，那种感觉啧啧太刺激了。下一步俊亨当然打算和福珠分享一杯饮料，然后俊亨还主动牵了福珠的手，用大衣给她暖暖身。这招也是福珠攻略里的高招之一。福珠明明就心动的不行，嘴上还硬挺着，真的太惹人爱了。我这颗心脏啊，跳得不要不要的，得冷静冷静，拜托了自己。第二天，小玉没按时回学校，福珠马上有点担心，就主动去了小玉家的旅馆看看。小玉最近比赛好久都没得过奖，她爸妈想让她放弃举重，回家帮忙旅馆生意。小玉承认她不像福珠那样有天赋，她所有的成绩都是靠努力得来的。就为了脱离旅馆的生活，福珠的爸爸刚做完透析，突然感到很不舒服，直接在医院晕过去了。今天尹叔特地叫崔姐出来，福叔一看立刻跟了过去。崔姐只好说福叔是她的酒友。福珠听完小玉的倾诉，也开始怀念举重队的快乐时光。很快福珠就接到医院的电话，在俊亨的陪同下急忙赶到医院。幸好爸爸没什么大事，但还得住院观察一阵子。载一在同学聚会上，好久不见的前女友也来了，见到她男友那粗暴的动作，载一气得直冒火，一激动就冲上去给了那哥们一拳。高医生急忙跟过去，这一幕跟平时的载一完全不像。高医生心里清楚，这么多年了，载一对前女友依然念念不忘。高医生还是希望载一能早日放下，开始新的恋情。话音刚落，就向载一表露了心迹，但载一显得没啥兴趣，这让高医生心里好受伤，失望地离开了载一。福珠这边正想给爸爸买点生活用品，谁知道俊亨已经帮他准备好了。福珠在家整理衣服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爸爸留下的保险单，受益人竟然是福珠和叔叔。再看看爸爸那些破旧衣服，福珠一下就伤心地哭了起来。俊亨终于正式向福珠表白了，接二连三的甜蜜场面也上线了。这一期真的是甜到爆。虽然俊亨追福珠的时候还参考了那份福珠攻略，但俊亨对福珠的感情绝对是真心实意的。游乐场的激动人心的约会，大雪夜的浪漫之吻，这样青涩又美好的恋爱，看着真是又温馨又甜蜜。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？福珠和俊亨约会回来，俩人还在互发短信，手都放不下手机，真是太甜蜜了。第二天，俊亨趁福珠许愿的时候又偷偷亲了她一下，这时候福珠头上还戴着那个他喜欢的发卡，俊亨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不是当初想讨在一欢心买的吗？俊亨一下子火大了，直接把福珠的发卡摘了下来，然后带着福珠去了首饰店，给她挑了个全新的发卡。这酸溜溜的小心眼啊，
福珠一回到宿舍，发现诗好居然在地上晕过去了。福珠立刻叫了急救人员，把诗好送往了医院。俊亨一听说诗好出事了，马上赶到医院去看望。原来是诗好吃安眠药吃多了，再加上没吃好没营养，才会晕倒的。想到诗好之前暴食的事，福珠自责的不行。室友呢？要是他早点发现诗好的不对劲，今天这事或许就不会发生了。俊亨这会儿也发现了诗好的未接电话，内心也觉得特别愧疚。第二天，俊亨又来医院了，向诗好道歉。他真不该错过那通电话。但是诗好这次差点没命之后，看样子想通了不少东西。现在的他，不管是事业的低谷，还是爱情的失意，都能放下了，也是时候开始新生活了。福珠带着花来医院，正好看到他俩亲昵的样子，俊亨细心的样子，也全让福珠看在眼里。然后福珠回学校的路上就一直闷闷不乐的。俊亨以为福珠是饿了，想带他去吃点好的，福珠就把悲伤变成食欲，狂吃起来。俊亨就在旁边傻眼了，默默地掏出钱包，但福珠还是没消气。俊亨完全搞不懂状况。如果你好奇我为啥生气，你得先想想自己做了啥。尹叔为了让崔姐能复职，一直在讨好校领导，领导喝高了答应了尹叔，可第二天人家就变卦了。尹叔一气之下甚至想辞职了。重训部的大雄这才说出崔姐挪用公款的真相，大家马上就去学校门口拿着牌子抗议，为崔姐讨个公道。那冷风比寒风还难受，食堂的饭香飘出来了，他们一站就是从白天到夜晚。俊亨一看这情况，立马走到福珠跟前，关心地问他怎么了。福珠就是不搭理他。这下俊亨可真有点急了。载一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去找高医生，鼓起勇气表白了。结果高医生直接拒绝了他，就咱俩还是保持朋友关系吧。载一只能带着失望回去了。雪花飘飘的，俊亨又走到福珠身边，温暖地给他披上衣服还有围巾。这一幕举重队伙伴们都看到了，一天一夜的站着抗议，队里有人撑不住倒下了，小兰和福珠也快撑不住了。这时候小玉也赶回学校了。举重3节课终于又聚在一起了。举重队的成员们调查清楚了，新来的教练是领导安排的关系户，那人根本就没练过举重。这下大家反抗的心更坚定了，原本静坐的抗议变成了游行示威。这下尹叔吓坏了，赶紧跑来挡在大家面前。好在大家的努力没白费，学校终于同意崔姐回来当教练了。大家立刻敲锣打鼓，高兴地开始庆祝。晚上举重部的人一起去了福珠家的炸鸡店，庆祝崔姐回来的消息。这都是因为大家团结努力的结果。队员们闹着玩，尹叔和崔姐还真喝了交杯酒。福叔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赶紧上前把他们俩分开，还宣称他才是崔姐的男朋友。崔姐那个无语啊，那晚他确实喝多了，才答应了福叔的表白，希望福叔别当真啊。可福叔根本就没打算放弃，他发誓非追到崔姐不可。崔姐那点恋情，小兰和小玉也是羡慕的不得了。其实福珠也有秘密，瞒着他们偷偷谈着恋爱，但俊亨一直都不清楚福珠为啥对他那么生气。你敢笑我？俊亨一把就把他搂进怀里，真心的说了对不起。他们俩终于和好如初了。诗好现在终于出院了，而且诗好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他俩现在的关系绝对不简单。福珠还想辩解，俊亨直接抱住了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大叔经过，正好是福珠的爸爸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在学校这么圣洁的地方，最近俊亨的耳鸣好多了。医生看俊亨满脸的幸福气息，马上猜出你这小子是不是谈恋爱了。除了福珠，举重部还有一对队员也偷偷成了情侣。大家一时间都慌了。小兰一气之下就说出来了，他们3节课绝对不能背叛彼此，千万不能偷偷谈恋爱。福珠听得心里直打鼓。俊亨却在食堂偷偷牵起了福珠的手，福珠被吓得不轻。俊亨实在忍不住了，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谈个恋爱干嘛还得偷偷摸摸的？福珠只好撒娇，这样安抚了俊亨。俊亨显然是特别享受，还撒娇着让福珠再撒娇一次。载一又去找高医生，想约他吃晚饭，可高医生面对载一的邀请还是委婉的拒绝了。他们在一起10年都没感情，以后估计也难成情侣了。今天小兰好心给福珠敷面膜，结果福珠鼻子上冒出个大痘痘，福珠一下子就急了，只能假装感冒戴上口罩。俊亨就给他买了一大堆感冒药，福珠只好边咳嗽边说不要传染给你就不好了。俊亨就更担心了，竟然爬阳台跑到福珠宿舍去了。福珠只能老实交代了，俩人推来推去差点就吻上了。正这时小兰和小玉来串门了，
俊亨赶紧躲床底下，在福珠掩护下找机会藏进了衣柜。诗好也回宿舍了，一进门就察觉到了这秘密，然后诗好找借口把小玉和小兰支走了。看诗好和福珠那和谐的样子，俊亨有点不习惯，这种偷偷摸摸的恋爱，俊亨都无语了，得小心点呀。第二天，阿泰非拉着俊亨去联谊，被举重部的恋人眼看着，福珠知道后火气就上来了，带着俩姐妹直奔咖啡店，对着俊亨比了个格杀勿论的手势。联谊的女生一边摸俊亨肩膀，一边夸身材，福珠实在忍不了，就上前坦白了他们的关系。大家都惊呆了，福珠这孩子真能撒谎。但小兰和小玉还挺好哄的，请他们吃顿烤肉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只是他们吃的太多了，福珠都看不下去了。烤肉后还得去唱歌房，俊亨真是哭笑不得。尹叔和崔姐正准备吃饭呢，福叔这时候又搭上了。尹叔一看就准备溜了，留场子给他们俩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崔姐看尹叔不方便，决定留下来照顾他。福叔马上上前拦住崔姐，还主动说照顾尹叔就交给他了。高医生决定不当校医了，打算回老家去发展。再一看到高医生的告别短信，也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今天诗好有个大比赛，福珠就带他去了许愿池，说这地方可神了，不是谁都告诉的。诗好在福珠非让许愿的情况下，也许了个愿，希望比赛别留下遗憾。福叔还在忙着照顾尹叔。这时崔姐来了，鼓足勇气向尹叔表白了。尹叔被吓傻了，觉得自己这样的人不值得崔姐喜欢，但崔姐的表白已经被门外的福叔听到了，福叔只好默默地走了。俊亨的恋情一公开，心里那个美啊，走在路上都想和人说那是我女朋友。然后他们一起去了体育馆，给诗好加油。诗好第一轮比赛明明失误了，教练一通操作，裁判就把失误忽略了。诗好第二轮居然故意犯了大错，直接退出比赛，观众席上都傻眼了。诗好这么敢做，福珠和俊亨都佩服得不行。这时候俊亨大伯家来了个很久没见的客人，是俊亨妈妈。第二天，俊亨妈在福珠带领下，多年后又见到了俊亨。这期就到这结束了。在这期故事中，福珠和俊亨的爱情经过一次次的藏着掖着，最后还是公开了，其实就是一顿饭的事儿。不明白为啥之前偏要藏着掖着那么辛苦。诗好那次住院之后，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，把过去的事都放下了，跟修成正果。是的，崔姐在大伙的帮助下，最后就被降薪3个月，然后就回到了举重队。这剧情也是牵强，校园爱情剧呗，看点就在那份乐趣。上回说了，时隔多年，俊亨终于又见到了妈妈，简单寒暄了几句之后，母子俩感觉还真有点陌生。妈妈还给俊亨送了双运动鞋，俊亨心里那个感动啊。饭桌上，俊亨一句妈妈给我拿些水，竟然让2位妈妈都站了起来。送走了亲妈之后，俊亨心情好得不得了，高兴地抱着福珠跟他分享心里的喜悦。谁知第二天，俊亨无意中听到妈妈这回国是来借钱的，是为了在加拿大的女儿筹医疗费。福珠因为表现出色，举重协会发了正式通知，邀请他加入国家队。大家一听都兴奋地欢呼，但这意味着福珠要和俊亨两地分居了。俊亨的电话一直关机，晚上也没回宿舍，福珠只能找载一打听俊亨的消息。今天有记者来采访福珠，尹叔居然难得穿了套西装，这让大家乐开了花。可福珠心里还挂念着俊亨。这边的俊亨一个人躺在沙滩上，穿着妈妈给的新鞋，结果磨破了脚。福珠接受采访时，脑子里全是俊亨，最后只好对记者说了句抱歉，然后就离开了举重部，开始到处找失踪的俊亨。福叔这次因为一个客人，让他想起了崔姐，一下子就被迷住了。而且这姑娘喝酒也挺能的，性格也挺主动的。这一次，福珠的叔叔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春天。福珠找来找去，最后在游泳馆找到了俊亨。他也不管自己是个旱鸭子，直接走到了俊亨身边。俊亨这才跟他说了妈妈的事情，他是因为要借钱才回国的。福珠对俊亨关机这事可是真的挺生气的，下次可不许这样了，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因为俊亨把那双脚不合适的运动鞋扔了，福珠就找前辈借了双鞋。对俊亨来说简直太合脚了。福珠对俊亨妈妈的行为其实也挺理解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嘛，她肯定也是很疼爱俊亨的。而且相比俊亨亲妈，现在她更需要关心他伯母。因为俊亨突然消失一整夜，伯母急得一夜没睡。在福珠的劝说下，俊亨尽管觉得不好意思，但还是鼓起勇气来到了伯母的药店。次日，俊亨还是赶在妈妈走之前跑到机场给她送行。
俊亨心里真心希望那个远在海外的妹妹能早日康复。福珠看在眼里，也替她高兴。公交车上，俊亨那帅气的外表立刻就吸引了旁边女生的夸奖。福珠看到这个场面真是慌了，赶紧跟他说起了国家队的事。这段时间俊亨可千万别变心哦，俊亨最近也有一场选拔赛，如果他能在比赛中拿到第一，就可以入选国家队，和福珠一起住进选手村。福珠一听这消息兴奋坏了，立刻带着俊亨开始狂练，练习间不乏甜蜜的小互动。但俊亨在接下来的选拔比赛里却因为一点点差距拿了第二，俊亨自责得很。但归根到底，俊亨已经比以前强多了，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能在选手村团聚。福珠和俊亨刚回到举重部，周围却黑漆漆的一片。嘿，这是个天大的好机会！在大家的祝福下，福珠明天就要启程去选手村了。后面的日子里，福珠每天都会和俊亨分享彼此的心声。次日，在福珠的特别请求下，俊亨特意去了炸鸡店看望福珠爸，结果却发现炸鸡店停业了。一问才知道，福珠爸要做肾移植手术，已经提前住院了。爸爸不想让福珠担心，等女儿走了才去住院。刚把住院手续搞定，也得让俊亨帮他保密。福珠正巧这时候打来电话，俊亨只能说是训练挂了电话。福珠的队友们都以为这得是要分手的节奏吧，这种事在国家队里也不稀奇。福珠急忙给小兰打电话，想问问小兰俊亨的近况。小兰拉上小玉和阿泰一起去找俊亨去哪了。第二天，他们三个就组成了追踪联盟，跟着俊亨直奔医院，也就这么知道了实情。但俊亨只能继续对福珠保密。阿泰突然邀小玉出去约会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微妙。就在这时，小兰刚好路过，本来的二人世界变成了3个人的小团队。福珠因为腰扭了，教练同意让他休息1天。福珠想回家看看父亲，这下的父亲不轻，急忙给俊亨打电话，让他想办法转移福珠的注意。俊亨的主意居然是请福珠去吃炸鸡，福珠真是哭笑不得。父亲也借机悄悄溜了出院。福珠看俊亨那贼兮兮的样子，直接上前审问。俊亨只说是朋友来电，可福珠明显是半信半疑的，偷偷拿走了俊亨的手机，他非得亲眼看到不可。俊亨一看不妙，赶快抢回手机。这下福珠可不高兴了，气呼呼的走开了，留下俊亨一个人。好在他爸爸刚好回炸鸡店了，俊亨的努力也算是有了回报。高医生竟然回到了他家乡的小医院，在那里遇到了载一。载一3番4次请求后，高医生终于答应和他共进晚餐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载一确实是常来医院看望他。载一不断的努力，让高医生重新对他产生了好感。这种感觉真的很像以前单恋的日子，所以别再来打扰了。福珠还是不想理俊亨，俊亨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了炸鸡店。虽然福珠没在，但福珠爸开始慢慢接受这个年轻人了。谈到福珠的优点，俊亨说他温暖，福珠身上有种能温暖人心的力量。福珠爸听了俊亨这话，显然很满意。2个男人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第二天，福珠一早就离开了，福珠爸马上挂上了暂停营业的牌子。但福珠通过一个熟人得知了真相，急忙去医院看望他爸。福珠感到非常自责，为什么没早点发现爸爸的病？福珠能做的只有努力赢得金牌，用这种方式来报答爸爸的养育之恩。然后福珠找到了俊亨，向他道了歉。他怀疑俊亨是因为俊亨长得太帅了，真的让他感到没安全感。很快，世界举重锦标赛就要在青岛举行了，福珠爸的手术也进行得很顺利。举重妖精金福珠最终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了自己，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1个冠军。举重队立马沸腾了，福珠爸嘴角也忍不住上扬。福珠胜利归来，在众人面前和俊亨秀恩爱，真的超级甜。2年后，俊亨如愿成为国家队一员。今天是3剑客毕业的大日子，尹树和崔姐竟然戴上了情侣戒，大家看到都开始起哄。尹树的祝福声中，福珠的大学生活也画上了句点。今天家长们也来参加了毕业典礼，载一和高医生订婚了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福珠和俊亨这对国家队的情侣，一边走在熟悉的校园里，一边玩起了打赌。福珠和俊亨最后甜蜜在一起了。就在俊亨那阵子神秘失踪，福珠甚至丢下大新闻，到处找寻那个不见了的俊亨，帮他解开内心的结，懂得了妈妈的心。对俊亨来说，这样的福珠真是个超级温暖的姑娘。2人就这么完美的互相疗愈，共同奋斗，携手努力，在那些金光闪闪的年华中一起许下了婚约。虽说没什么大起大落，但依然触动人心。希望你看完这剧之后，也能体会那份青春的精彩，
感受到那份生活的快乐。